作为勒芒赛事历史上最伟大的车型之一，这辆奥迪 R8 的正版授权近期呢被国产伯乐专积木成功拿下，并推出了一款1:10比例的50厘米长的科技组跑车套装。具体还原出来的原型车也正是2000年首秀即夺冠，同时开启了奥迪勒芒统治时代的8号赛车。除了非常高的外观还原度，这款套装呢也对原型车的前后推杆悬架进行了还原。另外还有行驶与 V8 发动机联动。转向与方向盘联动，可以快装快拆的动力组件，可以整体拆卸的引擎盖，可以点亮的前后车灯等功能设计。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套装的具体表现。彩盒采用了天地盖设计，右下角可以看到这款套装也是属于伯乐专的收藏家这个产品系列。彩盒侧面可以看到改装动态版所需要的动力组件。那打开彩盒，里面同样也是一个飞机盒，并且在上面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嵌入了一块亚克力展示名牌。那拼过了这么多积木呢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设计，而且这个印刷效果相比此前常见的8×16的平面砖，确实也是提升了不少。2426片零件一共被分成了8个零件分包，6个大步骤。再看这本拼搭手册，厚度大概有1厘米多，在1:10套装中算是非常厚的了。总步数一共有830步。平均每步不到3个零件，属于非常细致的分布设计。不过虽然是正版授权的套装，但是呢并没有做开篇彩图。另外贴纸呢有像这样的2大张，一张转印贴纸和一张透明贴纸。在零件方面，这款套装属于绝大部分高专零件。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像轮眉和车灯呢是专门开模的独占零件，还有比如分体式轮毂、轮胎、刹车碟片、刹车卡钳。几枚15单位长的弧面科技面板等等，这种具有一定可复用性的新零件。套装中呢，还有一组像这样的线控灯光组件，以及一把拔削器和一把镊子。那零件方面就是这样的情况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内部设计。后悬架采用了一个带摇臂的推杆悬架方案，可以看到推杆从悬挂驱动桥的底部向上伸出，连接由带角度十字轴连接件充当的摇臂，然后摇臂呢连接黄色的小号硬避震。测试下来，回弹力度大概是中等偏小一点的水平，支撑性可能存在风险。前悬架同样也是带摇臂的推杆悬架方案，推杆同样也是从悬挂驱动桥的底部向上伸出，然后连接中间的摇臂结构。虽然摇臂结构本身测试起来基本没有问题，不过这里因为推杆零件有点偏软，所以测试下来呢，悬架形成的一部分会被推杆的弯曲变形所吸收。所以支撑性可能也会有一点问题。可以看到，这里如果把推杆零件做一下更换，那就不会有弯曲的问题了。再看转向和方向盘联动，四伏电机动力通过4枚齿轮连接前面这里的转向齿轮齿条，实现车辆的转向。过程中通过3枚8齿齿轮完成和方向盘的联动。在完成底盘以后，可以看到这个底盘呢，在牢固度方面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动力结构方面，首先可以看到发动机呢是直接和后悬架差速器连接，另外设计师在左右两侧各预留了一个行驶电机接口，通过2组12:12的齿轮组将动力汇合到主传动轴，然后经过差速器端的28:20，最后向左右两侧传输。总的行驶动力齿轮比呢，也就是1.4:1，是一个在速度和扭矩之间相对比较平衡的齿轮比方案。在接下来的加入电机的测试环节，可以看到行驶和发动机联动，还有转向与方向盘联动呢，也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整个后盖是一个整体的大模块，牢固度看起来还是可以的。另外在两侧靠近尾部这里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设计师做的一个轻微的角度创建。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辆奥迪 R8 也是采用了一定的模块化设计架构。那这辆奥迪 R8 的拼搭一共用了大概8-9个小时，最终拼好的成品长50厘米，重1.65公斤。这里我们先通过模型对比来看一下外观还原情况。低矮流线型的车身整体轮廓，前脸，两侧的车灯，呈 V 字形的前鼻锥，前轮眉顶部的气流通道，
车身侧面的气流通道、轮毂、驾驶室、后轮眉上面的进气口、宽大的车尾扰流板，然后是车尾灯、后轮舱排气出口以及底下的扩散器等细节。最后，如果打开引擎盖，我们也可以看到里面的 V8 发动机、一些管线，还有悬架等内部构造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原型车的图片。那么大家感觉整体对比下来，这辆奥迪 R8 的外观还原可以打多少分呢？此外，因为这款套装也是配套了灯光组件，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看一下车灯打开后的效果。控制开关呢是在车子的底部，只需要翻过来像这样拨一下就可以了。在功能方面，首先是前后悬架回弹，可以看到这里呢都遇到了一些问题，具体的表现也就是评测中提到的悬架支撑性的风险，最终在成品阶段会导致悬架不回弹的问题，并且轮眉和轮胎之间可能还会有轻微的干涉，进一步增加行驶以及转向的联动风险。那首先是后悬架，可以看到如果不盖引擎盖的话，其实回弹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问题就出现在后盖太重，以至于超过了这个悬架结构的承载能力。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把充当摇臂的两枚32016修改为角度更大的32192，也就是调整一下这个悬架结构的几何关系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两根偏软的32293修改为正常的版本。那前悬架的修改会更简单一些，只需要把这两根偏软的32293换掉就可以了。那所有的这些修改呢，在成品阶段都是可以调整的，尤其是更换32293，只需要1-2分钟就可以搞定。不过两枚32016呢，如果能在拼搭过程中换的话是最好的。修改后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呢，也就得到了解决，或者说至少是明显的改善。那其他的几个功能包括行驶与发动机联动、转向与方向盘联动，测试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再看加入电机的测试，这里需要用到一套主控、2枚 L 电机以及1枚4伏电机，2分钟就可以装好。测试下来可以看到联动基本没有问题，不过起步的瞬间可能会有轻微的打齿。好啦，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牢固度。首先是前后抱，还有左右抱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整个车体骨架也会给人一种比较牢固的感觉。设计师基本做到了对所有的科技面板的多点固定。整个外观面上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几个地方，也就是车身两侧，还有尾翼两侧端板这里所使用的砖块零件，如果碰到的话会比较容易脱落。那最后讲一下这款套装存在的一些小问题。第238和261部都需要注意十字轴的十字对中，手册中呢没有进行提醒。两侧外观模块有非法拼搭，虽然大部分零件都是高砖零件，但有2个地方存在十字轴和十字轴孔配合异常偏紧的问题。两侧的透明车灯零件和灯珠的配合异常偏松，我们这里呢是做了点胶处理。轮胎安装方向有小 bug， 很容易发现，也不影响拼搭。第360部也有图示 bug。尾翼上面的奥迪 logo 这张透明贴纸呢，最好准备2把镊子来粘贴会比较好。以及绝大部分的贴纸呢，都是被安排在了成品阶段，虽然最后再贴也没有问题，但是过程中贴的话，应该还是会更好一点。好啦，那么以上就是这款套装的全部评测情况了。除了这款套装以外，伯乐专同时还拿下了奥迪 S1 的正版授权，而且出的是一款1:8比例的旗舰级套装。我们最近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下评测，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哦。